屋企自己做杏仁奶有咩要注意呢？要點先可以減少杏仁入邊嘅抗營養素，同埋整更有益嘅杏仁奶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ohn Health Coach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呢個 channel 係幫你同你屋企人做更明智嘅健康選擇。唔想錯過嘅話，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仔啦。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製造發芽嘅杏仁奶，同埋解釋發芽種子嘅好處，而杏仁奶嘅好處壞處，同埋點樣揀市面上嘅杏仁奶，你可以去睇下呢條片。點解我哋要用發芽嘅杏仁呢？發芽係一種簡單嘅方法，用嚟減少堅果中嘅抗營養素成分，同埋增加佢哋營養素嘅 bioavailability。抗營養素嘅例子係 lectins、tannins、protease inhibitor 同埋phytic acid，而呢啲抗營養素好多堅果同埋種子都有嘅，因為呢啲抗營養素對植物係有好多用途嘅。有啲抗營養素係用嚟防止俾動物消化，因為種子嘅功用係用嚟傳播㗎嘛。種子嘅目的係俾動物食落肚之後，靠住動物周圍走動嚟幫助傳播。所以嗰啲種子嘅目的就係想俾動物完整嘅排出，而唔係俾動物消化。而有啲抗營養素係用嚟抑制種子發芽，keep 住種子喺一個睡眠嘅狀態，等到適當嘅環境先發芽。呢啲抗營養素會引起消化問題啦，減少我哋吸收食物中嘅營養素，同埋抑制身體嘅酵素，令到身體更難去消化。所以發芽係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嚟分解呢啲抗營養素，增加佢哋本身嘅營養素同埋 bioavailability。對大多數人嚟講，呢啲其實唔係咩大問題。但係如果你飲食主要都係 plant-based 嘅話，或者你本身特別缺乏某啲營養素，咁你就要留意呢啲抗營養素啦。呢項研究表示，發芽可以 activate 種子入邊嘅植酸酶。當入邊嘅植酸酶 active 嘅話，佢哋就可以用嚟分解植酸啦。呢個研究亦都講到發芽咗之後，除咗可以減少植酸同埋 trypsin inhibitor 係一種酵素抑制劑嚟嘅。呢兩種抗營養素之外，仲可以增加食物中嘅蛋白質、維生素 C 同埋蛋白質嘅消化率。咁上一集我都分析咗杏仁奶嘅優點同埋缺點，同埋點樣睇食物標籤。今日我就會教你點樣做發芽嘅杏仁奶啦。我哋嚟睇點做啦。做發芽嘅杏仁奶需要第一就係生嘅杏仁，因為焗咗嘅杏仁係熟咗嘅，即是話佢已經係死咗嘅種子，係發唔到芽嘅。第二就需要一個發芽嘅樽，英文叫 sprouting jar。呢個可以喺網上買嘅 sprouting jar 會有一個鐵網喺上邊，方便你換水或者倒水嘅時候，杏仁就唔會跌出嚟之餘，又唔需要用手去接觸呢啲杏仁。發緊芽嘅杏仁要避免用手掂，因為手係會有啲細菌，容易令到杏仁發芽嘅時候變壞。我會喺下邊 share 條 link， 我喺邊度買呢個 sprouting jar 嘅。如果你冇嘅話，你可以用好似呢一個樽。佢嘅蓋係一個 ring 可以分開嘅，咁你就可以將個蓋換成一個 coffee filter 啦。冇嘅話就換一個大口嘅樽，跟住就用一個紗布用橡筋綁住就得㗎啦。第三就一個過濾袋啦。做法就係首先將你嘅杏仁擺喺 sprouting jar 入邊，然後就倒水浸過啲杏仁，擺過夜。第二日你就會見到好似有啲沙喺下邊，呢個係正常嘅。之後就倒咗個水去，然後就沖水3至4次。你可以見到每一粒杏仁都係脹卜卜嘅，冇浸過嘅杏仁係細粒好多。浸過嘢之後，佢哋就可以準備發芽啦。洗咗之後，你就倒個水出嚟，你淨係需要斜放你嘅 sprouting jar 俾其餘嘅水流出嚟，同埋有空氣流通。咁就擺喺嗰度大約8個鐘度，一日就幫佢沖2-3次涼。沖涼嘅時候，淨係需要加水熬一熬佢。倒咗個水去，每一次沖涼嘅時候都要重複呢個動作2至3次。洗好咗就繼續斜放，直到發芽為止啦。過咗24個鐘頭，我嘅杏仁就係咁樣啦。你見唔見到有一點白色喺你嘅頭嗰邊呢？杏仁嘅芽仔係有啲難見到嘅，因為杏仁發芽唔似嗰啲豆芽會發到好長嘅根，所以要睇佢有唔有發芽。你可以小心攞一粒杏仁出嚟，剝咗個皮去睇睇，你就會見到咁樣啦。或者你可以搣開一半嚟睇，你就可以見到佢嘅芽入邊噶啦，病字。發咗芽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整發芽嘅杏仁奶啦。杏仁同水嘅比例大約係1:4，咁我呢度示範係大約用100毫升嘅杏仁同埋400毫升嘅水，用攪拌機正常速度攪拌2分鐘，然後就倒入過濾袋。出嚟嘅渣咁就同整燕麥奶唔同嘅，做燕麥奶就唔可以揸到咁大力，因為會令到燕麥奶變成滑潺潺。
做杏仁奶就唔使驚啦。咁就做好發芽嘅杏仁奶啦。如果你中意一啲甜味嘅話，你可以用一啲天然嘅甜味劑，例如 maple syrup 蜜糖或者一粒棗，同頭先一樣啦。100毫升嘅杏仁同埋400毫升嘅水，我呢度就加一粒棗同埋一啲 vanilla paste， 然後一樣啦，攪拌同埋過濾，咁就做好啦。做出嚟嘅杏仁奶可以擺喺雪櫃大約3至4日。發芽嘅時候都有啲嘢要注意嘅，如果發芽過程處理得唔好就容易變壞，因為杏仁要喺又溫暖又潮濕嘅環境發芽，呢個環境亦都好適合細菌嘅滋生，所以發芽嘅時候就要注意呢啲嘢啦。第一就係要密啲沖水，如果喺馬來西亞或者喺夏天嘅時候發芽，就要頻密啲幫啲杏仁沖涼，可能幾個小時就要沖一次啦。第二就唔好俾多餘嘅水逗留，咁就可以避免細菌嘅滋生啦。隔水嗰陣就隔乾啲。第三就盡量唔好用手摸嗰啲杏仁咁多，因為我哋嘅手都會帶啲細菌，所以用 sprouting jar 嘅話，除咗方便你沖洗，仲可以減少用手摸到杏仁嘅機會。因為我哋會好手多。有人問 John， 我可唔可以用收機發芽？都係有望啊，又可以洗又可以隔水，係可以嘅。但係就要留意，要忍住唔好手多去掂嘅杏仁，同埋沖水嘅時候就比較麻煩，因為用 sprouting jar 嘅話就可以上下戳一戳嚟洗，可以洗得好啲。第四 sprouting jar 同埋其他器皿就要乾淨，用之前就用熱水過一過去啦。第五就係味道，發芽過程要留意有唔有發出啲酸味，有嘅話就代表呢啲杏仁已經受細菌感染咗啦，要從頭開始過啦。所以第一次做唔好發太多，就係呢5點特別要注意啦。如果你有其他 tips 嘅話，不妨喺下邊留言，你嘅留言可以幫到大家嘅。網上有好多英文嘅 blog 教話發芽杏仁需要48小時，我覺得呢個係睇你嘅地區嘅溫度同埋濕度，仲有你買嘅杏仁嘅品種。因為我杏仁第一日就開始發芽啦，都唔需要48個鐘，但係我因為好奇就繼續擺，想睇下48個鐘係咪可以發芽得更多，但係其實係冇咩分別嘅，反而我杏仁就縮咗添，可能就係因為擺向室溫太耐，又唔夠頻密嘅洗，搞到啲杏仁縮咗咯。雖然做杏仁奶係好簡單，但係我覺得準備杏仁嘅過程都有啲麻煩，而製造杏仁奶之後又會剩低一大堆嘅渣。我睇有啲人就用嚟整餅或者去烤乾佢，然後磨成 almond flour， 但係我又唔係成日做 baking 嘅喎，所以就會直接抌咗佢，真係有啲浪費嘅。所以我通常都係發芽之後就直接烘乾佢，咁我就可以直接攞去食啦，費事做杏仁奶。有試過做杏仁奶嘅人可以喺以下留言，話我知道你點用你嗰啲剩低嘅杏仁渣啦。OK， 總結嚟講，發芽係可以增加杏仁嘅營養素，同埋減低杏仁嘅抗營養素。所以發芽嘅杏仁奶係比冇發芽嘅杏仁奶好。雖然係咁，但係正如我上一個杏仁奶嘅 video 有講到，飲杏仁奶其實係提供唔到任何重大嘅健康益處，所以淨係當佢係一個普通嘅飲品嚟 enjoy， 或者你可以好似我咁整發芽嘅杏仁，然後烘乾去當零食食啦。多謝你睇呢個 video， 如果呢個 video 對你有幫助嘅話，就俾個 like，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關心嘅人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嘅 channel。另外我嘅 channel 都有好多影片係關於食物選擇同埋健康生活，我相信一樣都可以幫到你提升你嘅健康意識。我係一位健康教練，我係幫一啲唔中意用節食方法嚟減肥嘅人揾出適合佢哋自己嘅方法，可以享受食物之餘又可以減肥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自己健康，達到身心健康。我哋下個 video 見啦，拜拜。